对女人来说，50岁后是一个转折点。这时，如果2个部位还很小的话，可能容易长寿。如果你也是，那就恭喜了。第一个地方，脖子小。那正常情况下，女性的颈围不应该超过35厘米，如果超过了，就说明脖子大了。脖子粗大也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，所以50岁后，如果脖子还很小的话，也有利于长寿。第二个地方，腰围小。很多女性到了50岁后，腰围会越来越粗，这样很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比如高血压、冠心病等，不利于健康长寿。所以腹部小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长寿。女人想要健康长寿，还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，可以养成喝茶的好习惯，比如玫瑰花茶、绿茶、红茶等。经常喝茶能促进身体排毒，有助延缓衰老，对健康长寿大有帮助。还有平时也要多进行运动才行。不管男女老少都存在便秘的问题，那大多呢和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系。像经常不运动、不好好上厕所，这些都可能会让你便秘。那经常便秘的朋友，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吧。糙米，精细食物吃多了也容易引起便秘，所以呢可以多吃一些粗粮，比如糙米。糙米含有丰富的矿物质、维生素以及氨基酸，那经常吃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能帮助缓解和预防便秘。含纤维素高的食物，那多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肠道蠕动，给身体增加水分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。那比如胡萝卜、芹菜、青菜等等。经常便秘的朋友呢，多吃这类食物也能够帮助缓解便秘哦。便秘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人都存在的，比如你压力过大呀，睡眠不好呀，喝水太少了，或者呢经常久坐不动，这些都可能会引起便秘。那出现便秘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木子教大家一招，相信大家每天都走路吧？那走路的时候，左脚向前迈出的同时向左侧扭胯，这时上半身呢要保持放松，然后向前迈右脚的时候要向右扭胯，这样走路可以促进呢肠胃蠕动，有助消化和吸收。那每天这样走5到10分钟，对缓解便秘有很好的效果哦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除了这个方法外呢，大家平时还要控制好饮食，多吃含有膳食纤维多的食物，这样可以帮助预防便秘。跑步是一项非常锻炼身体的运动，对身体也有很多好处。但是跑步后有3个行为对健康十分不利，会让人减寿。快看看你占了几个。跑完步后马上喝凉水，很多人运动完之后，因为出了很多汗，这时身体是极度缺水的，所以很多人为了解渴会喝大量的凉水，这样很容易刺激肠胃，引起腹胀、腹泻、胃痉挛等症状，对健康十分不利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这样做。跑完步后立即停止，很多人跑完步后会马上蹲下来，或者用手支撑膝盖半蹲，如果这样立刻停止，很容易导致心脏供血量下降，不利于血压的稳定。所以大家跑完步之后，应该先做一些缓和的运动，这样慢慢的让气息变平稳，使身体放松下来。跑完步后立即洗澡。我们跑完步后，身体表面的毛孔会舒张，血液流动也会比较快。如果立即洗澡，会刺激毛孔收缩，使血液流速变慢，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。所以建议大家跑完步后，等汗消了，然后再洗澡。大家为了身体的健康，上面这3件事就尽量避开吧，这样才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哦。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谁不想自己皮肤能光滑、白皙、有弹性呢？但是总有一些人会有皮肤粗糙、脸色暗黄的问题，让人感觉很是烦恼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汤，可以帮助补血养颜，保护皮肤哦。这种汤就是黑木耳大枣汤。首先呢，我们拿30克的黑木耳，再拿20克左右的大枣，然后大枣去核，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，把黑木耳和大枣放入到锅中，大约煮半个小时就行。因为黑木耳中含有氨基酸、维生素 A、B 等营养物质，所以有养血补血的作用。而大枣有健脾养胃、补气养血的作用，所以女性朋友经常喝黑木耳大枣汤，对美白皮肤、延缓衰老有帮助。经常饮食不规律，有的时候呢挨饿，有的时候又吃得太饱，这样时间长了就会给脾胃造成伤害。如果脾胃不好，也会影响气血，影响身体健康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健脾养胃。
想要脾胃好呢，我们可以疏通脾经。脾经在我们小腿的前内侧，拍打的时候可以呢用空心掌从脚踝处开始拍打，一直拍打到膝盖这里，左右都要拍打，每天拍打5到10分钟。如果有特别痛的地方，可以着重的用手指按揉一下，那这样疏通脾经，对健脾养胃有很大帮助。那脾胃好了，气血充足，精神也就旺盛了。大家坚持做一做。生活中啊，很多人呢都有脾胃虚弱的时候。那脾胃虚有哪些表现呢？通常有3个，分别为食欲较差、脸色发黄、便秘。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。如果脾胃虚，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。那不妨常吃2种食物吧。1. 红薯。红薯啊是一种粗粮，其中富含膳食纤维成分。那经常吃呢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还能够健脾祛湿，调理脾胃。可以烤着吃，熬成粥，或者是做成地瓜饼。玉米须，玉米须可是个宝，其中呢含有的纤维素很高，那用它泡水喝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保护肠胃，还有利水消肿、健脾祛湿的功效。那经常喝，脸色也会变得红。胃虚的人，记住少吃2物，多喝一水，脾胃慢慢强壮起来。少吃辛辣的食物，经常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容易给胃黏膜造成损伤，对脾胃健康不利。所以脾胃虚的人要少吃，这样脾胃会感谢你。少吃生冷的食物，脾胃虚的人要注意生冷的食物也要少吃，如果经常吃会损伤脾胃，影响消化。那想要养好脾胃，还可以多喝一种水，那就是用生姜泡水喝。生姜是一种调味品，除此之外呢，生姜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脾胃不好的朋友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健脾祛湿，养护肠胃健康。如果能搭配一些蜂蜜，健脾效果会更好哦。出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但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手脚心会经常出汗，其实这可能是脾胃虚的表现。那脾胃虚弱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做好下面2件事，有助脾胃健康哦。第1件事，注意饮食。很多人脾胃不好跟饮食有很大关系，比如吃很多寒凉食物，就可能会引起脾胃虚弱。那么也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，多吃健脾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南瓜、胡萝卜、菠菜等等。第2件事，多运动。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、免疫力，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提高脾胃功能有帮助。那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是用脚趾抓地，坐着站着都行，双脚踩在地上，然后紧紧的用脚趾抓地，放松，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刺激到小腿的脾经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哦。如果你总是脸色发黄，还总没食欲，这可能是脾胃虚、气血不足惹的祸。那我们平时就要好好的调理脾胃了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下哦。大家呢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腰背挺直，然后抬起双脚，这样相互的碰撞。碰的时候最好是光脚，这样每次碰3到5分钟。这样碰脚可以刺激到脚部内侧的太白穴和公孙穴，这2个穴位是脾经上的穴位，有很好的健脾补脾、补足气血的作用，可以每天早晚都碰一次。脾好了，那么气血和口味也会跟着。这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。那女人只有气血充足，才能拥有健康和好的气色。所以当贫血时，要及时的补血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。第1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有补血果的称号。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C， 不仅可以帮助活血补血，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哦。所以经常吃桑葚能改善贫血。第2种，黄芪。黄芪含有一种多糖成分，有补气养血的作用。女性朋友经常用黄芪泡水喝，如果再加上点大枣，那就能够双重补气血了。那经常贫血的女性，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和保暖，多进行有氧运动，有助增强体质，预防贫血哦。女人来月经的时候，身体抵抗力会降低，所以我们在月经期间要多注意一些。建议大家来月经时，身上2个地方不要随便碰，以免对健康不利。第1个地方，腰。相信很多女性来月经时会有腰酸背痛的情况，
建议大家不要随便的敲打，如果敲打力度不当，容易造成盆腔充血，增加经血量。所以呢，女性朋友不要随便的乱碰腰部，可以多注意腰部保暖，防止寒气进入体内。第2个地方，腹部，除了腰酸背痛，有些女性来月经时还会有小腹疼痛的情况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痛经。大多是因为受凉引起的，不过大家最好呢也不要随便的乱碰腹部，不然容易使经血量增加，对子宫健康也不利。所以腹部也要多注意保暖才行哦。得了，就8分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